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欢迎进入大型美妙人生深度模拟游戏。欢迎进入大型开放式真人社交推理游戏《推门》。你将以玩家身份进入副本世界，开启你的角色冒险。本游戏版本共包含4个副本世界，在每个副本中，你都将解锁全新的角色，体验不同的人生轨迹，结识副本中的 NPC， 并通过探索与互动，逐步解构每个副本独有的故事剧情，破解案件，找出真凶。成功完成4个副本，即可达成通关成就，解锁隐藏结局。每个副本中可能包含1个或多个案件，案件开始后，玩家将被随机赋予推探或嫌疑人身份，真凶可隐藏在嫌疑人玩家或 NPC 当中，请仔细分辨。真凶的任务是隐藏自己，不被玩家发现，仅有案件真凶可以说谎。案件进程中，玩家可以触发不同的游戏机制来推进案件进展，合理利用机制，或许会有意外突破。案件结束后，进入真凶投票环节。若找出真凶，投票正确的玩家可获得1把金钥匙。若玩家是真凶，且票数低于其他嫌疑人，则真凶玩家可获得1把金钥匙。金钥匙将在副本结束后统一结算。金钥匙可用于兑换技能卡。请玩家确认，推门游戏须知，副本即将加载完成，请各位玩家沉浸体验，开始推理吧。诸位，5日前呢，咱们几个破案有功，于是接管这个推城的推丞相邀请我们今日去醉仙楼赴宴。推丞相马上就会抵达这里，并接管着推城的大小一切事务。推丞相，对，他约了我们50。没想到这么大的人物还会邀请我们来赴宴，大家也是盛装出席呀。没错，什么人物啊你？什么身份啊？说话口气这么大！来，把他给我拖出去，战损小弟。哎呀，推丞相到。他特别像那个唐伯虎那个噔噔噔噔噔。这是幽冥二老吧？啊，幽冥二老不是，这像一个二流子啊！这走路还颠吧颠吧。起来，都挺准时啊，各位。里边请吧，咱们来，走了。走。来，老师，来，老师。嗨，来。你今天这衣服怎么跟推丞相这么像啊？对呀，不要过度关注我，是不是他的女儿。不要盘我，小心我反击啊！你今天很兴奋啊！我一共才说了2句。正值夏季啊，进来坐啊！哇，随便坐啊！各位，知道今儿我找大家干嘛来了吗？吃饭来了。奖赏不对，哦，也不对，
不会是找我们调查一些事情吧？嗨，邀请大家来品茗啊！我今天。这冥冥之中我就觉得是来品茗的啊。我呀，表彰各位成功破案啊，在几天前特地来看看各位英雄豪杰的真容啊！有两位可不是英雄豪杰其实有2位是格外的英雄豪杰。哦，没错，我们叫做锄强扶弱。除什么？除强，谁强就除谁。谁强就除谁，那岂不是要除我了？我看。那当然不是，惩恶扬善。哦，惩恶扬善啊。也是好哄得很啊。那对，尝尝，哎，差点忘了让你们倒来倒去。说让你动快了，我们家丫头不懂事儿，你小妹妹，人情世故一点不会啊，姑娘。家里宠坏了，我们都喜欢她。小宝贝儿呢？不能太宠啊。我从皇宫里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御厨啊。哎呦喂，你说这个我可就来劲儿了。哎呦，厉害了！介绍一下这些茶点给大家，来上点心。还有上茶点。还有，您瞧瞧，哎呦，来，哎呦喂，您瞧，哎呦，都什么动静？哎，这是京城最流行的分子料理吧？哎呀，菠萝上面的这一个是凤梨酥哦，它寓意着家族昌盛、福运绵长。不错。哇，好好吃！我吃完感觉我家族都起来了，你家族都起来了，昌盛了呗。昌盛的。你不孤儿吗？你家族昌盛，家族昌盛，祖坟冒青烟了是吧？记住你现在这句话。这个是选自安溪上品的铁观音，然后结合西域的巧克力，超克拉。它的口味比较绵密，增加它的香气。哎呦，这么硬。挺好，好吃。来，咱们干个凤梨干吧。来，干。干个凤梨干。哎，我在上啊，我辈分最高啊，各位。谢谢杨大厨啊。那既然吃也吃饱了，聊聊正事儿吧，那就。好。真以为能瞒得住本相吗？你们的身份？你想咋的？在5年前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推国叛军，隆冬军。但是有人从5年前苟活到了现在。苟活？有隆难道冬军？你们不该死吗？啊！有个隆冬军？难道你们还想活吗？啊！只有一个的话，哎呀！Hold on，OK， 没事儿。来人啊！丞相拿到！救命啊！凶手一定在此刻干了些什么？一定的。现在谁不说话？来报数来，1、2、3。我把我的腿放好，随时可以走的那种4。OK， 那么宁波微步还有赫赫哈嘿，应该是联合作案，应该是一个联合作案。是的。对。怎么不说话？宁波微步现在非常神秘。嘛呢哥？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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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是谁？这是那个丞相，他怎么突然又从上面了？他为什么会走这里死？他从天上掉下来了。我的饭卡，你踩我饭卡了。你的脚，邦邦印。不是他脸咋了？他被烧焦了。推门安案提醒您，主线任务已出发，请玩家查明推丞相死因，还原真相，锁定嫌疑人。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啊。推丞相刚才从天上掉下来，嘎了。他怎么死了？吃了你的东西。对。有不知道啊，就是莫名其妙的。哎，这几日我来了之后，看你一直在我的旁边。对，杨御厨，我一直在跟你研究菜式。哦，不是啊？我看你也没有作案的时间，不知道是你想吃我做的菜，还是我是你的菜。啊，你绝对不是我的菜，我的菜是这几个。这么看来，你应该没有动手的机会了。我应该是没有的。既然如此，推理攻破奇案，同城超审陪伴。哦，这是你们的探案搭档同城旅行为大家准备的搜证助推神器，帮你们轻松捋清线索逻辑，探索真相时刻。我们同城出发。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您这想好了。你们这里也太不安全了，我要赶紧回去了。好的，辛苦杨御厨了。拜拜。拜拜，杨御厨辛苦了。拜拜拜拜。哈哈哈，今天都乖乖听我的。刚刚我跟杨御厨在那聊天，几个人稀稀嗦嗦，在那说什么呢？啊？半天了，我什么身份都不知道。你这表演方式是学我们宋丹丹老师吗？特别像。要你接话了，来，手套，一个人就分发下去。好嘞，好。今天我拿不着金钥匙，一个都别想睡。你脸上刻了4个字，叫做“小人得志”。让你跟着他们附和我了。你这长得就像个金钥匙。那我们看一看他。你说，你说我们什么了？这位厨师，我是厨师。你不是跟人研究菜肴研究一晚上吗？对这个餐饮这块。我现在叫熨烫大人。OK， 熨烫大人，都手套戴好了吧？戴好了，来看看吧，什么问题？看看吧，看看。自己眼里有活儿。查头的查头，查手的查手。我们稍微摸一下腰间有没有东西。我看一下他这个脸哈，是被硫酸泼了呢，还是被火烧了？我觉得他是中毒身亡，所以他这个毒发的症状是面部有这种溃烂。没错。哦。但这样砰掉下来是？就是因为就是难受啊，就上床了。现在咱们就这样，尸体大致看完了吧？确认是中毒，留下一个疑点是为何从天而降。那么接下来，哎，稍等，等一下，哎，听我指示，听我指示。所以我们吃了这个，所以再听我指示。所以我们接下来搜一搜这个案发现场，看谁是先来不知过。走。推探大人，您看看这儿吧，我觉得推探大人，哇，推探大人您真厉害，一下就看到了。这推的这。封神了，我要封神名场面了。
大卫，为什么你的表演方式是这种的？推着，你给我打开。哎，好嘞，推丞相亲启，这封信里面写到了推丞相宁波微部的身份可疑，相关物品都放在这儿了。至于那把剑，已让人送到指定位置了。另外，赫赫汉黑、顶天立地、柯州求剑3人的调查已有眉目，东西较多，带在身边太招人耳目。劳烦您今日未时亲自来醉仙楼门口碰头。公开我们每个人身份的秘密，是的，而且知道他的行程。他说下午1点钟会来，现在是50，现在就是中午11点多，一会儿这个人会来。行，他说了一句关键词，说你们当中有隆冬军的人，推国叛军，隆冬军。哦，有人从5年前苟活到了现在。我建议这个隆冬军早走。我从小最痛恨的就是隆冬军。齐德龙，齐东强，齐德龙东强。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这封信说了，他搜集的证据就在这儿。陪葬品。OK。哎呦，这什么？什么叫陪葬品？哇，这是锅这是碗郭正先生。隆冬白骨无人收。哦，这个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世。为了因是大门赠东将军。东将军。是大门师傅送给东将军的东西。好，东将军。还有一幅画，朋友们。祭天之德，护佑苍生。隆冬于野，镇守山河。啊，这是隆冬枪。这就是对啊，东将军和士大门啊，启德剑嘛，这不是？对啊，他们是一对高山流水觅知音。没错。好，那么就交代了东将军和士大门的一个人物关系，对吧？这个东西是谁的？对，他说，这谁调查谁的？这个是宁波微部的。哦，起范儿了。宁波微部的，完了。好，下一个小品开始了。我劝你好好交代一下，大师兄。诸位请坐。OK。你绝对不是一个大师兄，普普通通的。你就是此人身份绝不一般。东将军。告诉各位一个秘密。OK。好。我想起来了。哦。不错，本将军就是闻名天下的隆冬军的主帅。啊！东将军。真假的？太震撼了。的儿子。东孩儿。东小将军。小东将军。小东西。东小将军正是在下。OK。东将军与我师父是大门，他们2人高山流水觅知音，他们呢有各自的志气，就是什么呢？刚才那封信上写的，启德的意思呢是要留在江湖上保护所有的平民老百姓的。隆冬在野呢，就是为了守护山河，在边疆驻守的。哇，英雄之子。但是我在从小的时候呢，我的父亲东将军就把我送到了我师父士大门，去让他养育我。但是在我13岁的时候，
我毅然决然去到了军队里，我从军了。在军队里，我认识了一个非常要好的小朋友，点弟弟。他是火头军收养的义子，比我小3岁。那个时候，胖胖的。胖胖的。没错。说呢，说。没错，上面写着东小将军专用锅，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总给我开小灶，给我做好吃的。我在军队里就教他练武功，那我们就成为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在255年的时候，推理两国大战一触即发。没错，我相信诸位也知道，也跟此事相关吧。有那么一丝一缕的关系吧。好的，在1月10号的凌晨，李国大军30万突袭我们隆东军。我的好朋友赶紧去发信号，叫援军来救我们。这个时候我呢就翻身上马，入深杀敌去了。哇！但是李国大军人数太多了，他们有30万，但我们隆东军只有1万。一直打，就觉得这些兵怎么杀怎么杀都杀不完。最后已经筋疲力尽了，被人救回了军营。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已经在霞夷山庄，也就是师大门。哦，原来是我师父救了我。首先他跟我说，他说隆东军被皇上称为叛军，被诬陷了。当然一定是被诬陷，了。对。你很着急啊。所以有吓死。所以我说，推历256年1月8日，我师父为了保护我的周全，把我改头换面了。所以我的这张脸，其实不是东小将军的脸。哦，我觉得这样更好，这样我就可以暗中调查是谁陷害了我们隆东军。我要替我父亲还有这个去世的这个点弟弟报仇。精彩。哎呀，也是一段很悲壮的故事。但是他的死跟我无关啊。哎呦，这句就大可不必了啊！小东西回去吧。啊，我们来看看刚刚还拿出了什么？有个密码。既然苍天又给本将军一次机会，那就必须送该死的人下地死。哎呦，话说回来，哎，不是他多久又活了来着？多久又活了？竟然苍天给本将军再有一次机会。啊，就是他被救下来那一次。推历256年1月8日0108多少来着？哦对，哦对了。李国元帅前议朱条，谋以英语。怎么这念的断句都不对？李国元前议朱条。好来，哎，怎么念的断句真的不行。李国元帅前议朱条，谋以应语。跟我有什么区别？大战之日，开关县城，所约经营，封地爵位，望贵国见诺。此事已决，再无反顾。此信到日，不必复党。东将军，对手，东将军不是好人吗？怎么是如此叛国献国？东将军叛国了。啊，没有，这，终于仿章仿到以假乱真了，可以密告皇上，让隆东军消失，诬陷东将军，私通李国，叛国贼，这是个。然后这边有一个仿章东将军的军印。这个东西是你发现的？没错，
5天之前，我本想和推城主同归于尽，但没想到我都没想到为什么我又活过来了。我不仅活过来，我还发现了我苦苦寻找5年的仇人。怎么发现的？谁？就在你们1、2、3、4个人当中。耶，我是好人。那应该跟我没什么关系。基于许晴，你们4个人当中有一个卑鄙小人，我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这封信。于是呢，我就找人暗自去查他的身份。我发现了一件事，其实这个卑鄙小人，也就是你们4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李国人。啊！谁是李国人？我劝你现在就站出来。因为我听说过李国会把他们国家的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送到我们推国来当探子。OK。李国探，李国间谍。哦，你确认他身份了吗？当然，这个卑鄙小人就是你，洋洋得意。洋洋得意。你的真名叫做李是谁？我可能。李是谁？李是谁？你相信瞎编的？瞎编？事到如今，你还想抵赖？还在狡辩。李国出生记录。户主模糊了，妻模糊了。新天口，李是谁？后国仅有向日葵胎记。我知道是李是谁。哦，李是谁？我为什么知道是他？因为在当日他去探听推张主和我秘密的时候，记不记得我救了你？我撕掉了你衣服上的一个向日葵标记。这谁的衣服来着？这我的衣服。这个是我那天去跟踪黑人，然后差点被发现了，然后把你救走了。他拉着我衣领把我救走了。在那一刻，我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向日葵。一葵包一葵，葵葵得意。最好解释一下。我不想听你解释。我想听。说说吧，这个东西为什么在你房间里呢？姐姐，我不知道呀。他不知道就先别问他了。你是推探，你不是公正公开。你是不是这个七？我问大家，你是不是问他了？他是不是说不知道了？那不就……我不需要他知道，不重要，我也不想听。我刚才说了，我不想听他解释。行，那就不解释，那不是正好吗？当事人都不想听，你们在旁边着什么急嘛？啊！哎呀，别带主观情绪。我觉得这2位的恩怨已经建立，但是今天被杀的人是推丞相。对，我们找凶手。所以啊，我不知道啊。我说了，他的死跟我无关啊。现在只能证明你是李国人，对吧？对，百姓还是好的。不，因为李国人害死了我们推国的。你看，就是被仇恨蒙蔽。要不我来解决哈，我来平息大家，我是和平女神。什么叫被仇恨蒙蔽？2军交战，各损失了30万大军。可是百姓是无辜的呀。30万难道不是百姓？千万百姓流离失所。我是百姓。你不是百姓，你是探子。推探怎么了？我是将军，你在什么做呀？
我告诉你，你等会儿就知道你在本场身份最低，只是个掌柜的。你只是个掌柜。我好，我今天我一人投一票，我看你怎么抵赖，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他的真实面目，这个卑鄙小人。等一下，有本事你搜我呀！哎呦我天！去柴房搜厨娘。呛。完了，这这么多地方，我要抢的票他竟然一个都不落，还有这永远等不到的海景酒店价格。这特价日到底是在哪儿算呢？又省又会玩，到底怎么做到的？省的真相只有一个，用同程旅行，酒店景点都能整，反正超级省。旅行省钱的秘密找到了，用超级省的同程旅行一起出发吧！吃个果子吧，桃吗？哎，李子，你是李国人，所以你爱吃李子，对不对？李国人的爱好吃李子。那推国人呢？啊，推，喜欢推头发，推头发。你确定要走到前面？这是我的地盘，有什么好怕的呀？那你先走吧。来吧，这不柴起来是吗？好，兄弟们，我是无辜的。无辜？大人们，我是无辜的呀。哎，这是什么？这啥呀？一切，哎，这个，哎，这个标记来，下面有个风筝，千面鹰王那个，看，千面隐于市，一役济苍生。其实我是千面鹰王的发起人。千面鹰王是个帮派，对，我们没有带头人，而是千千万万的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干的都是保护百姓的侠义之事。我们负责收集对百姓有害的情报，这些风筝都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对，这个传递信息，上面有信吗？对。等一下，不是，这上面有字迹。要用刮，你刮一刮。炭灰有吗？炭灰。哎，醋水油，它可以喷啊，喷。哦，是。哦。谁上面这个划掉了，是推国大人物，他伪造隆冬君密函呈于皇上，污蔑隆冬君通敌叛国之罪，挑拨推理两国再起战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罪不可恕。所以你找到的是他搜集的证据，不是他弄的。那是我搜集的证据。我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这封信。终于仿章仿到以假乱真了，可以密告皇上诬陷东将军。你看，你冲动了吧？等一下，我不信。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哎，这个。小东啊！等一下，你的好兄弟会做饭，他是厨娘。你好兄弟是个男的女的？我不哎，其实我就是你那个弟弟。这花木兰个故事，还真。然后我不是帮你去通风报信，回来的时候找不到你了。那你为什么会不认识他呢？难道他也改头换面了？当时没留长发。对，然后我回来之后，大家都全军覆没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加入这个千面鹰王里面调查信息、搜集信息，想要找到这个害你们的凶手。完了，
错把弟弟当仇人啊！哥哥，你刚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下呀！但是你的出身证明是证明了你就是李国人呢。我是李国的人，但是我是被遗弃的，所以在推城是被我的养父母收养，然后随着他进了军队。哪里人重要吗？他是你的点弟弟，他是你的点弟弟，天天给你做饭，为你去点烽火，说哥等我回来。哥哥，是我呀！快和好相认呐！快呀，快呀！没有一出大戏吗？是我呀！哎，破锅重圆，点弟弟，哥妹相认啊！来，等我拿我的锅去。OK。哥哥，真的是你点弟弟？是。因为之前我原来的名字叫小点点，爸爸就是觉得把我打扮成男生比较方便，保护自己，对，方便。然后后面为了调查这个事情，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叫洋洋得意，来到他这个客栈。别说了，小弟弟，刚刚哥哥指着你鼻子骂的时候，你心里该有多难过呀！是我刚才还说你是卑鄙小人。天哪，现在你是他的 baby 小人。那是哥哥误会你了。行了，哥哥就下跪就行。别倒也不用了。其实我当时调查了，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什么秘密？就是可舟求见你，他是推国的大人物，他伪造了隆冬军的密函呈于皇上，他污蔑了隆冬军。你是叛徒，不是，他是大人，你是扫扫。原来是你，卑鄙小人！我宁愿留下指纹也要杀他。来段武戏好吗？是这样的，我不是推国大人物，我就是本质一个大人物。本质一个大人物，本质是哪里？你就叫大人物。没错，他的名字叫大人物，我就是一个大人物，不是什么国的大人物，没错。为时已到，为时已到，为时已到。卫士来醉仙楼门口碰头。哦，第一点，去那个醉仙楼，有人要在那里会丞相。哦。看看这个推会茶是什么来头啊？哦呦，推会茶，推丞相在吗？推会茶来此求见。推丞相现在午睡了。午睡了？据我所知，推丞相从不午睡呀。就是有些人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他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哦，推丞相看小品了这两天，明白了。哎，不行啊，我有些东西必须要交给推丞相本人啊，那我等他醒了再说吧。直接易容术啊，易容一个。对，易容术。好，来，我要使用易容卡，推丞相。来了，推丞相，哎，推丞相是啊，小茶呀，调查到什么了？给我这个一五一十的交代啊。好像不太对。怎么不对？哦，我知道了，我得说倒装句。里边请吧，大哥。邀请大家来品茗啊！我今天倒装句怎么说？倒装句就是交代吧你，线索一五一十的。哎，好像有点意思。但是我记得推丞相出门的时候会带着一些随从啊，他很有排场啊。来，拿上我们的道具。道具，兄弟们，来，3、
2、1，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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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摆阵。干什么呢？啊，起来！啊，这个，好，去，嘿，哎呀，去，耍帅，扇子掉了，耍帅。属下参见推丞相。几个随从越来越拽了。拽犯法吗？不犯法。拽犯法吗？不犯法。拽要是犯法，我们已经无期徒刑了。啊，都有点狂了，推丞相。您啊，之前一直所猜测的那件事儿啊，果然是真的啊。细细说来。好，您之前不是一直怀疑有少量的隆冬菌残部活在这推城之中吗？我前2天真抓到了一个人哦，我就把人呐送到了您的住处，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审问他，就用您最擅长的那些方法。我最擅长的方法，这里有关于刻舟求剑的东西2样啊。哎，好嘞，看到了。好，谢谢啊。拿来吧你。好嘞。我就去。拿着，这么重。推丞相的住处。是的，本官知道，本官要你提前。赫赫哈嘿和顶天立地的东西，我已经放在最仙楼了。最仙楼，明白。OK， 好，那我就先去接单了，在下告辞。去客栈。去客栈，走吧，把你的罪行先公之于众。什么叫罪行？这话就不对。但是目前看来，我和李是谁都没有杀人动机。此时谈杀人动机，言时过早。怎么就叫我李是谁了？我不是你的点弟弟吗？那是哥哥误会你了 ，baby 小弟啊，我的点弟，我记得我们的点点滴滴的点弟，他应该不是凶手。好，真好，真好，太好了。来吧，这个盒子如何打开呢？我来看看。国理狂推理警案，这一把剑呢，朋友们，只有天下当今的武学奇才才能够拔出来这把剑。哼，那就是在下了。哦，没错，我就是天下武学奇才。上面有字儿。推锦衣卫指挥使。狂暗卫统领，看看那个密码锁上应该有狂暗卫头领。有狂暗卫统领，打开了。关于刻舟求剑的东西。狂暗卫统领，他是狂国人。哦。他是狂人是吗？血脉压制。狂国皇室之人，摇动护生灵，暗卫科武王文林起舞，文林起舞。哎，不是，不对，你怎么？哦，他还是皇室，哇，这个灵好眼熟啊！这不是我当年丢失的那个灵吗？从小，父王就格外的宠爱我，所以他给了我一个铃铛。当我有危险的时候，我就摇一摇，就会有我的暗卫在那里狂舞。从此，我们已经有了新的 CP 名，叫做金蛇狂。哎，好玩，撑住，狂舞。哦，捧场啊！好，哦 ，OK 啊，公主殿下啊，都给我放尊重点。你的王国都已经灭了，在这狂什么？你公主，你坐下吧你。我呢？啊，不好意思，
我呢，就是狂国的武学第一奇才。我在13岁时就已经在狂国打遍了天下无敌手，被狂国的皇帝看中了武学天赋，于是乎封我为公主的第一暗卫。推历254年，推李两国大战，这两军夹在中间，把我们狂国打的是溃不成军。狂国的皇帝命令我带着公主从我们狂国的密道逃出城，逃到了城外的乱葬岗。那一年，我才16岁。逃到乱葬岗之后，一路的杀穿了整个乱葬岗。乱葬岗有什么东西让你杀？这么杀？乱葬岗因为来了后面的追兵啊，对，等战斗结束的时候，公主已经不见了。那么我呢，就站在乱葬岗里面，前面是我未知的前途，后面就是已经覆灭的狂国。我就开始往京城走。我这一路的比武被推国的皇帝给听说了，把我接到推国，封我为推国的锦衣卫使。紧身的紧，没错，锦衣卫。OK， 公主，近来你过得可好？我早已不问江湖纷争，只想让往来的客人们出门能够省点钱，所以要住我推门客栈的，都让他们在同城旅行预订订客栈爆款套餐，3折起，69元起，可以住全国，海边躺平、进山避暑都能省不少，比自个儿张罗省了很多银子。我精打细算，千算万算，还是同城旅行最划算。公主心系苍生，属下属实佩服。其实，在我和公主走丢之后呢，我就开始继续调查这件事情，发现她在这边开了一个客栈。你早就知道是我了。没错，难怪你要忍着这么难吃的包子，还要进来酷吃。刻舟求剑，好，他经常来我们店吃东西，这么难吃包子还，而且一边吃一边笑，一边笑一边偷偷看我，然后还吃着包子看他笑啊，这么好客。我说到哪儿了？大大方方的，这有什么？这不是很正常，这是剧情安排，对吧？对，您瞧。等一下 ，OK 啊 ，OK 啥呀？OK 啊，很勉强。没有，不是，没有公主。又拒绝我啊？这之前不拒绝，不拒绝。这公主在这市井待的一点公主气质都没了，这。后来我就遇到了推丞相，在推国里面，他说话的方式和以前我国，也就是狂国的丞相非常之像。他说话说的是倒装句。他找到我，对我说：“哎呀，是你吧？”他就把这个公主的铃铛给了我，我就觉得，哎，此人颇为有点像我们狂国的丞相，于是我对他就有一些信任。这个人就开始以公主之名给我发派一些任务，让我见到推国皇室的人，我就必须要杀掉他。所以这张图的意思是，你解释一下吧，为什么第一张图那个人的脸长得这么像我？那颗痣，除了我还能有谁？哦，原来他的目标是要杀你，是不是？说说吧。没错，你们没有猜错，赫赫哈嘿就是推国皇室之人。我就下定决心，要杀了他，要杀了赫赫哈嘿。所以这是你臆想的图啊？因为我不识字嘛，我的计划就画成了图形的方式。你是文盲？你们才是文盲，给你们解读一下。师傅，好可爱的点。那我想问，第3格那个漫画是手刃仇人的意思吗？不，这个是我最大的使命，就是重复狂国。我需要杀掉推国的皇室，并且把公主重新扶上我的王位，捧在手心里。
图是我呀，我头发什么发饰都没有，就是画的不太好，对，明白。是推国大人物伪造隆冬军密函，那一封信是你给的吗？刻舟求剑是推国的大人物，是他去伪造了书信，是你做的对吗？没错，这个也是我受到皇丞相指使我，他说只要把这封信交给皇上，皇上就会判定隆冬军为叛军。所以这个推丞相应该是狂国人，让推理两国大战，对他从中获利。没错。好了，小东将军，杀了他。原来是你。小东西，小东西，先别冲动，别杀他。如果你非要杀他，我愿意拿我的命换他的命。怎么换？任由你处置。哦，是这样。不是公主，你们公主，不是我等很久了，没事，我 OK 了，我 OK 了。公主，我突然知道了，我看到这一瞬间，我觉得仇恨化解了，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算了吧，要不没事。耶，和平女神！看看这狂国成何体统，太狂了。哎呀，行了，一个个哪国人。哎呦，小胸脯！你的位置越高，今天你死得越快。哼！刚推会查说把2个包裹放在最仙楼了，我们去看看吧，看看这2位到底还有什么更高的身份，高过我这个公主的。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一起揭开副本真相。醉仙楼，醉仙楼看谁最先到。最先到怎么样？在这儿，鹤。哦，这看到了。让我来，先来一个鹤。这是鹤的吗？哎，这是。哦，这也是，来。呵呵呵呵。呵呵呵，哇，这是什么？这是龙袍啊！真假的？这是不是？是。先把我的龙袍拿来。哇！上龙袍喽！哎呦！小心！狂国公主，把你的手拿开。你把你的手给我打开，快！我自己来。来给你扒开。哎呦，我穿，这样，你得这样。呀！哎呦，有点披个麻布都帅的感觉哈。来。见到本太子，还不跪下！他都躺下了。好像发疯了，好像笑话。你说哪门的太子啊？没错，我就是推国的太子，推太子。昨天还以为我是江湖骗子是吧？其实我的身份才是最至高无上的。怎么至高？你有什么至高无上？这公主也不差你哪呀？对呀，我是推国，当今世界最强的国家，你们狂国算什么？你们国家到处埋的都是我们警卫我们的人，丞相我们的人。你们国家的警卫都是我。你先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OK。推理狂三国交战那年，我出生了。哦。5岁那年，小东将军跟我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我非常非常崇拜小东将军，我跟小东将军说，我一定要和你一样，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武艺高强的人，我要跟你一起去开疆拓土。但是小东将军说了一句非常非常让我震撼的话，他说：“微臣以为开疆拓土必会让天下百姓流离失所，我们要的是要听见天下苍生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而不是杀害忠良。”这是小东将军告诉我的。有格局啊！有格局，有格局。自己都不记得了吧？后来小东将军就加入了隆冬军去参军了，我们俩就分开了。但是临别之际，他留给了我一个笛子。OK， 就是这手上的这个笛子。小东将军跟我说，你以后如果遇上什么困难，只要吹响这个笛子，它就会随时出现在我身边。接下来我就召唤我的小东将军来给你们上一课。太子请上妃。OK 啊。来，哇，哎，对，因为太子膝盖不太好。你咋了？也不错。我其实不太记得他是太子。哦，忘本。不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很小，他才5岁，我在8岁的时候，我被送入宫中作为太子伴读，并且教他武功。而且我要告诉他，将来你要做一个好皇帝，要为天下百姓、苍生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人。而顶天立地另有其人哦。兄弟，我在此。哦，也对哦，碰巧是吧？怎么样，说说吧，我们俩这组合比你们高很多吧？高不高的公主，我誓死，我就。算了，这俩有点太强。确实。看看，这是小东将军留给我的一句词儿，看看什么叫格局哈。止戈墨染苍生血，挥棍只为护长宁。好啊，说得好。好啊，说得好。OK， 你格局小了。你们不要欺负我没有文化，我只不过是书念少了，但是我护公主心切，心切极之，我愿意为她随时随地赴死。你这个小子空有一身武功，但是没脑子。那没有关系，我是一把刀，刀不需要有脑子，刀只需要够锋利，够锋利。你是拳头，他是你的脑子。对。哇，吃百家饭长大的。但发生这么多事，我突然遇到了一个人。李国太子才是我多年来所恨之人。他是跟我有多年书信来往的人。我发现他有一些小习惯，跟李国太子非常像，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平时吃蓝莓的习惯，跟当初李国太子在信中给我写信的习惯是一模一样的。哦，蓝莓王子，我就非常好奇，于是我就去了顶天立地的房间，想一探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了他房间里面有李国太子的拓印。还有什么别的线索？来看一下，哇，这个拼法是这个我们要拼吗？不会吧？这我们不有卡吗？复原卡。复原卡。来，使用复原卡。哇！丑男怪君传。推理俩太子，齐聚狂国美公主，公主快跑！这俩全身都是问题。他奇丑无比，他怪异孤僻，他是推国太子，他是李国太子，丑怪相克，天生敌对。可和谈殿上，他觊觎的不是他的疆土。5年4250封书信，每一封落款他都写着和。有人道和是指斗个至死方休，死都不和；也有人说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珠联璧合。不管这和那和，只有审美最契合，一丑一怪都瞎了眼，看不到狂国公主美如仙，根本就是低山臭水遇雷霆。真的这么写的吗？自己编的吧。我的妈呀！作者皇国公主，你写的呀？对。批注：荒唐卑鄙小人，根本不配。全文只对8个字：天生敌对，死都不和。这个批注想必就是你批的吧？你看看我们几个人的格局，这个是千英门弟子，为苍生所寄；这个呢是要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儿，成为一个明君。你呢，天天写些营销号的丑男怪君，去诬陷别人，你们蛇鼠一窝，什么金蛇狂舞？叭叭叭！这是什么令牌？为何如此有震慑之力？我现在不是公主，我是推探，一个个的都是嫌疑人。你只是个公主，你是我敌国的公主，就算你是推探。我跟你说，我是公主，我身份还在她之上。为什么？她追求过我，我是她的来时路啊，她是我的黑历史啊。这个东西到底是谁撰写的，谁心里有清楚。公主日记。说对了，小妹儿，小妹儿懂。当年推理两国大战，我是一个非常向往和平的人，所以在推理两国交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和谈会。在和谈会上，我认识了李国的太子，也是一个非常向往和平的人。哦。所以我们两国太子就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们不再发生战争。事情发展并不如我们商讨的那样，我们推理两国的父皇联合攻打狂国，狂国因此覆灭。狂国刚刚覆灭，我就接到有人跟我说，李国太子率军来打我们推国了。是李国太子不讲理呀！我们推国的隆冬军在前线抵御敌军。但有人传他们叛国了，我知道这不可能，我马上劝父皇不要听信谗言，我马上就送援军过去。但是我的父皇说你是叛徒，叛变了我们推国，私通李国太子。民间也瞬间传出了很多像这种营销号写的东西。
我只写桃色新闻。为什么会大家说我们是私通呢？私通？说我跟李国太子私通呢，是因为我们在前面的交流过程当中，其实每年都会写信，两个人只是为了和平在书信往来，但这些信件被有心之人给搬了出来，变成了我叛国的证据，大家把我变成了叛国贼。李国太子明明跟我有这么好的和平往来的书信，他为什么突然来攻打我？我就反复看了我们来往的信件，我发现了一件非常非常令我震惊的事儿。什么？李国太子其实一直在伪装，他并不是向往和平的一个人，他甚至给我这么多年写了所有的信，联合起来是在骂我，说我是个250。5年4250封书信，所以信件也是他故意爆出来陷害我的。连我合作的人，其实从头到尾也一直在欺骗我。我非常非常恨李国太子。我劝你呀，李国太子，如实交代。你就是一个侍卫，跟我在这。李国太子都沦落到我们推国了，说明他也落寞了。真是，你不是那个了，知道了吧？别说你在这儿推国，你个狂国的余孽！我是李国太子，说说吧。且慢，我找到了一些东西。我找到了顶天立地的东西。说有一把带血的剑，还有这个一个印，上面写着李太子印，还有这个是金疮药，包括一封血书，还有一个画。哼，你们这群无名小辈，知道我是谁吗？你是何等人也？你是谁啊？李国太子。那又如何？见到太子还不坐下？我是推国人，见就坐下，坐下可以啊。你这推国人请坐 ，OK， 没问题。OK， 请说，太子。其实刚才一直都误会我了。大家看这个血书，上面写着“此约既立，生死同守”，这是我与当时的推国太子一起写下的约定。当时我们把狂国灭掉之后，我们要去争狂国的地盘，由此发生了一点意外。在我去皇宫想要说服我的父皇的时候，我路过了那个老掉牙的时候，突然天上来了一把天外飞剑，对，直接砍到我的左肩，连人带马一起翻身下了老掉牙下。然后我掉入了湖中，没有死，手受伤了。没有死，然后漂浮到了下游，被一个拿着风筝的一个女孩救了回去。但是我因此昏睡了3年。他照顾了你3年？没有。我当时在老掉牙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受伤的人，然后因为我要忙着回去找你们，所以我就是把他找了一个地方安置了，然后我就走了。哦，是你啊？是我救了你。放风筝的。对。对，救了我，然后3年之后我就苏醒了，然后我就把这个画了下来。那是你画的啊？对。好。然后其实当时不是突然2国交战嘛？其实当初发动战争攻打推国的那个人不是我。好。当时其实我们李国是一个双胞胎，有双胞胎的。我是长子，然后有一个次子，跟你长一模一样。对，李国皇室一直有个预言说龙生双子，其义子必定祸害4方。然后我父皇把我留下了，把次子打入冷宫。
当时我在李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刺客要来袭杀我，但是他没有袭杀我成功，但是他把我的李国印给偷走了。就是你还没有遭遇变故之前，对，还没有遭遇变故之前，就有一次袭杀，这次袭杀没有把我杀掉，但是把印偷走了。所以你弟弟偷了你的信件，导致贺被变。对，所以这一切就是我的弟弟弄的。哦，你在外面遭受意外之后，你弟弟顶替了你的身份。对，我就想着我自己刻了一个，要时刻提醒我这一个祸害，我以后要除掉它。然后我就刻了这个印。然后为什么有这个金疮药？这个金疮药其实是我无意中在那个柯州求见那儿得到的。当时我把这个金疮药一打开一闻，我发现当年那个袭杀我的人的身上这个味道跟这个金疮药一模一样，而且这个金疮药是独家秘方。哦。而且这个剑我也很熟悉，就是他随身所带的那个舔牙明月刀。你怎么到处杀人啊？原来当时袭杀我和最后让两国交战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你还一直在暗中帮我的弟弟。我没有帮任何人，我只帮他一个人。搞了半天都是你们狂过干的好事，一个造谣，一个在那边。所以，他这种祸害，我要杀了他。OK， 那偷袭他、想要杀害他的这个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听完他讲这个故事，我就发现了，你小子真难杀。我曾经尝试过杀你2次，这2次都是狂丞相指使我去杀他的。狂丞相，没错，从小到大我很少失手，但是我第一次去刺杀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身边的护卫特别多，所以没有杀成。于是我就把他刚才丢掉这块玉玺带回来，交给了这个狂丞相。狂丞相还是不甘心，他还是希望这个人死掉，于是他就派我去杀这个人，杀第2次。在第2次的时候，我也就到了那个老掉牙。这一次他倒是没有那么多侍卫，只有一个人，我就从马上跳下来，一刀就砍中了他的左肩，我也坠崖了。推历255年，我从山崖上坠落，我掉到了一个男人的背上，就是他。又没杀掉，他都掉崖里面了，谁知道他能被救起来，然后养3年？既然如此，既然你这么难杀，那么我就再试试这个。别杀，别杀，留着他，折磨他，让他娶我，让他生不如死。公主，不，你知道为什么拒绝你吗？我们当时还有个约定。对，自从我们在那个和平会议上相识之后，我们达成了共识，为了天下和平，不谈婚嫁。我们要把这个和平维持下去，我们不联姻。开疆拓土必会让天下百姓流离失所，我们要的是要听见天下苍生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理解了，就是他俩已经约定好了，因为谁得到了狂国公主就会更强一些嘛。对，失衡。所以他们要永远保持这个3国持衡的这个状态，说明这2个太子都算是一个明君嘛。当然，朋友。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我觉得他是在这个我们3国之中搅浑水的，就是我们的推丞相，对不对？是推丞相让狂国的侍卫一直去暗杀李国的太子，是狂丞相变成了这个推丞相，其实是同一个人。他大概率是，我觉得。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就是我们彼此目前对狂丞相，对这个狂丞相也可能是这个推丞相，没有杀机。对。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杀人动机。是这样的，我的杀机，我是要杀他，因为我认为他是李国人，那个书信是他写的，所以你杀我。对，我的目的是要杀他，但你的目的是要杀谁呢？你是要杀他，是一环扣一环。对，我是要杀他，你是要杀太子，因为他是推国的皇室。没错，你呢？我是要杀李太子。
是的，你是要杀李太子。李太子是要他杀他。哎，我们是不是画成了一个五角星啊？是的。行，我们离开这儿吧。走吧。哎，这也是嘛呀？哎，这是嘛呀？啥？是这样的，有一次27号的时候，我回到房间之后，发现了一件事儿。其实那个启德剑原本在我手上嘛。当我回到房间之后，发现启德剑不见了。但是呢，我怀疑可能跟这个侠义山庄有关。于是呢，我就想要去侠义山庄去找找这个启德剑的下落。但是我想进去查的时候，发现推丞相正和别人在密谋什么。我想进去偷听，但是发现刚才那个幽冥二老在，这2人武功极其高强，所以呢，我就有点害怕，打不过他们，于是我就偷偷溜走回去了。我们现在去看看。行。我们现在就去侠义山庄，一探究竟。OK， 到了议事堂。有什么变动？换成长的果实了。收尸记录。等一下，今日收尸4人，赫赫哈嘿，顶天立地，洋洋得意，刻舟求剑，皆为无亲无故或亲人失踪之人，草席一卷，埋于天际。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可能死啊？我是死人。不是，哎，没有您哎，哦，您已经死了。您是不需要给他收尸了。咱们的宁波微部其实已经死了。我再次回来的时候，看见宁波微部复活了。这27号就数了，只有我一个活人，你们别搞。然后这个门真的给开了。等一下，那这个草席我们打开看看来。这，哎，没有打开，没有。空的。空的。等一下，这有砖头什么意思啊？电头的。不，这上面有血。哎，关键性证据。这个是什么？这针。爆米梨花针吗？这是你杀刻舟求剑用的东西，对不对？对。但我只有这个弹珠，这个针我不知道是什么。针是他的吧？毒针是我的。哦，对，这是一把弓，你看，说明这是他们的死因。这个人是被一箭射死，这个是勒死的，勒死的。我那天不是说了吗？我非常非常痛恨李太子，所以我去了顶天立地的房间，他睡在那，我非常非常恨他，一板砖呼他脸上。这么朴实无华吗？就是这个板砖是吧？没错，就是我使用。你用如此侮辱性极强的方式，一板砖呼他脸上，我基本上可以确定他死了。好，但是奇怪的是，今天我又看到他活了。OK， 我在晚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杀了这个刻舟求剑啊？就想睡着了。30号的早上在亦庄醒来，然后就回客栈。回客栈的时候，我看到了你躺在床上休息，然后我就用这个弹珠做了一个小弹弓，就是对准你的太阳穴打了你，能给我弹死？给你弹死。早上起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活了。然后我回去的那个路上，我看到了墙角开了2个白色的小花苞。是这样的，我是29号跟踪到他房间找到的那些东西，找完了之后我就回去思来想去，我也要想怎么杀他。但是我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然后于是呢，我第二天30号早上醒来以后，走到他的这个柴房，想要去杀他，但是在路上我看到了3朵小花苞。我去了之后，发现他躺在那儿，我就用那个箭瞄准他的脖子，一箭穿了过去。我就觉得我杀了他，我就回去了。结果31号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死。哦，那我觉得我睡着了，不是睡着了，是被人杀死了。睡着之后醒来，我就在亦庄，然后我回去的时候，我还去我房间看了一下，我床上有一滩血，但是我发现我没有伤，我没死。这个针是因为我自知自己的武力不如柯州求剑，所以我准备了毒针，然后我在窗户捅了个小眼儿，扎中了他。这个毒体质越强，进毒越慢。哦，那你去杀他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小花苞之类的东西？我看到小花苞了。几个？3个。3个。我还有，当然你说，我杀的是赫哈嘿，用什么方式啊？勒死是吧？对，我去到他的房间，在探案结束之后，我直接趁他睡着的一个状态就把他给勒死。我确认他没有呼吸了之后才离开的。可是第二天，我又在我们来这边的时候看到了他。你是几号？把日子说一下。30号，30号。都是30号。都是30号。一定都是同一天，肯定都是同一天。结为异姓兄妹，同甘共死。今日收尸4人，赫哈嘿。顶天立地，洋洋得意，刻舟求剑。但是他是被杀了2次的，他一个毒针杀了一个，他用一个金刚弹珠杀了一个。对，我被杀了2回，也就是说他复活了2回，有这个可能，因为他有个谁先死的顺序，谁先杀谁的。对，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时间顺序可以到时候一会儿再回头再盘。对，一会儿再讨论，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要干嘛？没事，公主，我会护你周全。我去看一眼，好不好？我们一起去呗。小心有台阶哦。有台阶。姐，我真的，我不知道在哪里啊！人呢？阴兵来了！啊！救命啊！站起来，在哪？OK， 我给你们胳膊，你抓着啊！没事，我在这儿，小丁我在这儿。OK， 我 OK。没事。我没了。哦，没事。放下图己。干嘛？好，我们进。好，我走后面。哎，等一下，我前面没人。我在这，我姐，我在。我们在这。先离一下。没事。这些是阴兵。去哪？啊！我们到楼。来，干嘛？进笼子，来。等等，我们为什么要进来？我们进来干嘛？
这个好吓人。不知道。不是那个时候是通路，我们要走吧？哎，不对，不是吧？不是吧？需要钥匙开锁，那就钥匙在他们身上。钥匙一定在谁身上？应该就在那个人身上。安抚卡、冻结卡都可以用。唱歌卡，唱歌卡叫什么唱歌？哦，没什么。你想看歌舞表演？问题是他们身上没有看见钥匙，看看笼子里。哎，那儿，看到没有？那儿有一个钥匙。拿。哦 ，OK， 明白了。OK， 天花板上。要把他们赶出来。我们应该设计一个路线，然后最后给他引到这儿。进来那一刻，后面的人配合把门关上，把自己关在里边呢？不，把他们关到里边，把自己关里有什么用？我们要取钥匙嘛。所以最终把他们所有人引到这个笼子里，关到一块儿，我们继续把那个钥匙拿出来，我们出去。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个笼子可以动啊？是，对不对？一定是要推的。应该是把它弄起来之后，然后把它移动一下，移动到跟他门对上吗？我想想啊，这构造，这里有几扇门？它有3扇门一共。杀了我，没事儿，一点也不害怕的。哦，看到了，这儿一个门，这儿一个门，这儿一个门，一个、2个、3个门，它有3扇门一共。那很简单了呀，就是把这个门对上它的出口，直接把它往里放。我觉得有道理。来，走，来，小心手啊！我们先不管这个门，我们先把这个门开了，哦，然后再把这扇门开了，这里不是连通吗？对。先把这个连通之后，他们其实是可以到这儿了。懂我的意思吗？这2扇门也是一堵墙。懂了。不，那他们为什么要上这里呢？这群阴兵好像会被活人吸引。我们得有个引啊，我们这只是第一步，你看。来，按照他先说的，先摆一下。你看，这不堵住了吗 ？OK， 然后呢？然后再开这扇门的时候，这扇门往这儿开，其实又是一堵墙。然后这里面需要有一个人，然后把这个门打开，然后你把那个门一开的时候，他就冲我来，他一冲我来，然后我就啪这样，这儿就堵住了嘛。对，我们先试一下。哎，我们得有个人站在前面，我们活人都得站过去。那边有一个 ，OK， 那边有几拿钥匙。其实你这个手推着这个门是拿钥匙。金姐行吗？别过去！来抓我呀！来抓我呀！抓我呀！别过去！没那么简单是吗？不是，他那个系了个，他是个麻绳，系死的，得进去。现在目前是无解的，对不对？我们再把它引回去，我们重新再想一下。可以啊，来，来喽！退，给他们关上去。来！这个想法一定是对的，
但有什么方式是把他们全部引到这里，我们把他们关到里面去，这是很重要的。应该是有一个摆法，刚好可以把他们卡在外面。对，就是让他们只盯着那个人，我们也是在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同时我们要保证的是什么？保证的是这个笼子里面的空间和我们要开锁的地方是连通的。哇，这个需要很强的那个空间感，空间想象能力。哎，我真想进去深掏了。这个哎，这是连什么呢？这是连，你看那个有锁，会不会连那个？应该是有一个摆法，刚好可以让他们只盯着那个人，我们也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这是连什么呢？你看那个有锁，会不会连那个？这儿一个门，这儿一个门，这儿一个门，一个、两个、3个门。哎，这儿也可以关啊。我们把这个门打开，这样引过来之后，直接把这个门这样堵上，扣好不就行了吗？然后那边也一关，他们所有人都在这边了啊。OK 啊，这个笼子我觉得都不用管，不用管。或者这个笼子就当一个墙，就在这儿当一个墙。这个门一打开，我们所有人这样走过来之后，这个门关上，把这一扣，所有人不就隔挡在这边了吗？可以，是这个道理，一点问题没有。我们试一遍吧。 OK。这个怎么给它固定住？你过来点。OK 了哈。好，笼子动不了了。来，我们一起从这儿引。好，来，往后走，往后走。你们俩上前面准备先过去，走，go，把那个先准备好，打开。快进来！快关门！直接关门！把那个链条直接锁住就行了。太牛了！太牛！可以了。拿钥匙。哇，他还是绑得真的牢。对，不然我们刚刚就拿下来了。走，哥，去开门吧。哇，好热！迎宾，看看太阳。补钙吧。哇，天哪！这是到哪儿啊？哇，外边怎么了？烟？你看外面。哎，言之有理和君子如玉。师兄救命！师兄！哇！这怎么还有迎宾？开门！快走！快来！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解锁独家副本花絮，探索游戏隐藏设定。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推门游戏攻略，赢福利。我们其实还要去千机阁。我相信诸位一定有人来过这儿，他有何阴谋？黄雀在后，他想统一天下，还是让天下越分越裂？皇上驾到！难道你就是这个狼子野心的黄丞相？这就是鸿门宴。他的杀人手法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如何死在那儿的？我们到底活着死着？谁的玉玺啊？你来过这儿？我藏于暗处啊，这是他干的。坏事干尽。他太游刃有余了，利用棋子来诬陷。我们都是他的棋子。我们没有证据能证明是我。我觉得有误会的，他一定会有杀机的。这个人他要符合3个条件。那他说的不就是你？你是坏蛋是吧？没错。真相大白。小杀手。谁在栽赃？谁在陷害？快，各位，现在有大批阴兵即将袭来，整个推城都快被攻陷了，只有隆冬军能够抵挡他们。真要打仗了，我们时间不多了。快！隆冬军少帅在此。隆
隆冬云也，同手相和，隆冬军可在。战鼓响。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Nano 开推联名周边，腾讯视频 Goods 商城热售中，快来抢购吧！到腾讯视频打开开始推理吧第4季，找到播放框下一起玩，加入在线锁凶游戏，变身推探，与推团同步破案，赢取金钥匙。夜色系，观演绎，推是新鲜密距离，人与慌，灯一熄，暗潮无声才有意。风声起，脚步急，乱世藏进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心藏着爱，建立着大局，残气继续。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闯关思路。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开始推理吧，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感谢丽丽城传媒、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4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Jump 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